鼎盛時期，全香港路邊排檔有800多家，因為政策管制，如今擁有牌照的只有26家。我喺呢度啟業村經營呢個大排檔呢35年㗎啦，街坊小細，自家亦平靚正。今年63歲的呂以玉親歷了香港大排檔的各種變遷。從1983年開始，呂以玉就把排檔風味搬進了大型屋村。政府起出嚟冬菇亭嘅原意就係佢有一個公共屋邨，咁佢就會起1個至2個呢啲，咁每一個入邊會有4個鋪位，慢慢就會演變成呢一種咁嘅大排檔。昔日的路邊大排檔早已被屋村冬菇亭所替代。全香港200多個冬菇亭熟食檔，能存活30-40年的屈指可數。呂以玉的勝利大排檔卻一直讓街坊追捧。每天下午2點，呂以玉總會出現在街市。西芹就呢啲菜心咧，嗱起菜花嗰層咧就唔好要啦。你見到呢啲花嗰啲，你又撥開佢攞啊，嗰啲未開花嗰啲。每逢假期，大兒子呂昭廷都會跟隨父親身後來偷師。呂昭廷深知，對食材的辨別和挑選，父親有着獨到的眼光。我7幾年嚟香港做咗成7-8年街市，咁啊變成對呢一方面咪有認識咯。7年街市生涯，練就出呂以玉對食材挑選標準的苛刻。每一塊肉，每一把菜，甚至是每一根蔥，都必須經過自己的手才放心。呢啲係盲酒，攞翻去一陣間就死嘅啦。但係呢隻係咧就肥，又夠肉。千挑萬選，何事最好？2個小時的挑食任務結束後，父子倆馬不停蹄地趕回排檔，準備迎戰繁忙的週末晚市。龍躉、龍蝦、鮑魚、白鱔，這些大酒樓才會有的食材，竟然是呂以玉大排檔裡最受歡迎的菜式。呂以玉的經營理念顛覆了傳統大排檔菜式的定位，他用上等的食材結合傳統的排檔風味，以大眾化的價格益街坊。為了吸引客人嘗鮮，他最先想到的是港人最愛的龍躉。龍躉，珍稀斑魚之王，它的肉質不以嫩滑見優，而以爽韌取勝。魚片咧就薄啲咯，薄一半到啦。頭先0.2或者0.3個先係一個打邊爐咯。連埋皮嚟講咧，啲皮咬落去咧，好似食脆肉飯咁樣，爽爽地。深知港人愛打邊爐，呂以玉最先想到了推出龍躉火鍋，但這個火鍋並非湯底加魚片那麼簡單。肚腩嚟講咧就拉油，啲肉咧彈起啊嘛。跟住啲火腩就煎嘅，跟住我哋有好好到個龍湯喺度啊嘛，跟住啲豬肉飛水落底。258塊錢的龍躉火鍋套餐一推出，街坊蜂擁而至。呂以玉又大膽地推出黑松露碧綠蝦球、竹升海皇翅、品鮑魚花骨鵝掌和蝦多士等新菜式，這樣100-200塊就能讓食客在大排檔的夜市裡嘗到星級酒樓的味道。以呢個套餐嘅形式，等啲街坊多啲選擇啦，又唔使諗得咁辛苦。喂，呢幾個餸，咁又價錢又平啲啦，食套餐就薄利多銷啦，所以維持到咁多年啦。從晚上7點到凌晨1點，呂以玉父子相互協調跑全場，後廚培哥負責廚房總把控，各就各位，各司其職。其實做呢一行好慘嘅，特別做我哋呢啲，任何大時大節你就要做。人哋普天同慶，我哋一定要開工。看似不起眼的大排檔，實則不簡單。價平量足，貨氣夠，吃得爽，喝到嗨，這些都是大排檔的獨有標籤。
也是宵夜文化的一個發展與傳承。即係你話喂呢個大排檔咁樣，我哋做咗30幾年，咁我哋他朝有一日真係爸爸話唔做，咁我願意做嘅。距離汕頭800公里外的湛江，被譽為南方的海鮮王國。幸會不可無食酒，盛宴當須有肥蠔。沒品嘗過湛江炭燒生蠔的味道，就等於沒來過這座城市。但湛江生蠔又何止炭燒這一做法？深夜時分，各路口味刁鑽的夜食者陸續結束了夜生活的最後序曲。經營夜食店的王志德把最後一桌食客送走了，卻沒有就此結束一天的忙碌。做咧，會唔會成做包嘅？我有人咩去話都兩個鐘頭嚟做佢睇嚟試試，佢拖嘅溫度，你要佢之後嚟做。可以啊，可以試。對啊，讓佢試試下。你哋係做下過？呢個我啲農人都可以啊，我都加嘅，可能加嘅嗰個成條。路條加成條辣加個農人，一個好賣嘅。食不厭精，快不厭細，這些看似簡單的烹調方式，是王志德和後廚反覆鑽研了2個多月的結果。愛好總能激發人的無限動力，餐飲者總避免不了要與時間賽跑。王志德，湛江人稱他為豪爺。原本在廣州從事廣告設計的他，12年前不顧家人反對，回鄉做起了湛江生蠔的小生意。每年6月至8月是湛江生蠔的繁殖期，也是王志德最操心的時候。怎樣在生蠔既瘦又小的時候留住食客的胃，這是一道大難題。我作為湛江人呢，我是特別喜歡吃生蠔。每次吃生蠔呢，我就想到燒烤。但是我想，湛江生蠔這麼好吃，能不能多點做法，多點吃法？所以呢，我就邁出了第一步。驅車15公里，王志德來到了最熟悉的湛江通明海灣。創業之初，為了尋找優質蠔源，他跑遍湛江所有鹹淡水港灣，最後在這裡和蠔民壽哥相遇。進入農曆5月，港灣裡的所有蠔民都忙於修排下苗，明知沒蠔可買，王志德還是隔三差五的前來拜訪。我們是為了看看它這個水有沒有被污染，還有那個蠔長得數好不好。生蠔是非常古老的食物，在湛江遂溪曾經發現了7000多年前的蠔殼。蠔屬於綠食動物，以漂浮的藻類和微生物為食。它通過震動鰓上的纖毛，在水中產生氣流，讓水進入鰓中，然後通過纖毛來篩選水中的懸浮顆粒進食。一隻成年蠔1個小時可以過濾10斤海水。生蠔從育苗到分苗，再以串聯調養的方式移到深海處，這個過程需要7到8個月。打得公碗夠啊，買錢就要。一個對一鵝性長比較好，對一個容易吸收陽光更加營養。飽食河口、洋流、颱風帶來的微生物，一隻肥美的湛江蠔需要調養2到3年。而一般生蠔1年半到2年左右就可以收成。
自從湛江穗溪縣第一個炭烤生蠔問世，宵夜裡炭燒湛江生蠔的熱度就從這個偏遠的小城蔓延開去，並持續了近40年。雖有歷史，但湛江生蠔一貫被烙下了難登大雅之堂的印記。近10年來，王志德正努力改變這一印象。我是選最好的蠔，然後在蠔清洗的過程呢，我就費的比別人的成本都高很多，全都是用機器啊，還有再經過人工手刷，還有流動的手不斷的在刷洗它，表面的泥全部擦得乾乾淨淨。用廣告人的思維和審美創作美食，從裡到外給湛江生蠔帶來新元素和新標準。傳統的基本就是蒜蓉，因為蒜蓉呢，很多人呢吃了就是有一些口氣嘛，我就想到能不能用一些水果來代替這個蒜蓉，所以呢研究出來有幾種呢，大家都蠻受歡迎的。從蒜蓉蠔到水果蠔，從芝士蠔到酸湯蠔，從廣告人到燒烤佬，再到生蠔專門店創始人，王志德整整用了11年時間，把單一的炭燒生蠔做成月下豪宴。那個西瓜哦，哎呀，媽，遲下嘅那個一件啱啱成咗嘅對佢照哦，做到咩前再佢咯哈。因為熱愛，王志德既把開店做蠔當謀生的手段，更是實現內心理想的寄託。在煙火繚繞的日常裡，我們看到了宵夜界裡新一代的堅持與創新。位於新興縣西南部的大江鎮，青山綠水的生態環境被視為珠三角的後花園。平時都係去行山㗎，有時行山中意去河卡下底有冇啲咪咪。在這個後花園長大的吳新林，是大江鎮出了名的山人。他的出名不僅因為他一有空就喜歡往山裡跑，而是他敏銳的視覺總能發掘山溪裡的美味。以前呢就生活困難啦，7口人，父母同姊妹，當時梗係食唔飽啦，揾下山乜你講去捉下魚、捉下蝦，係咁揾餐。因為要填飽肚子，所以老往山裡跑。從前的習慣跑成了如今的愛好。而每次上山，吳新林總會自然而然地帶上一包誘餌，把誘餌半遮半掩地鋪蓋在山溪裡的石縫下。有3幾分鐘得嘅，又下出去食嘢咪捉住佢咧。不到10分鐘，小型的山螃蟹沿着誘餌四伏而出。有時有幾斤，有時候3斤咧，講咧捉餐啦。本來想捉咧坑螺個，20你真係捉唔到，捉咧3粒嘛。吳新林帶着些許收穫和少許遺憾，結束了一天的忙碌。無論身居高山，還是依傍大海，老廣對一日當中的第4餐總是充滿了激情和期盼。嗱，你今日冇成2樣呢個貨噃，但係沙拉啫噃。哇，今日你有啲貨誒，好多啲咧，點會晏仔㗎啦嗰度啦。兄弟啊，今日10點鐘過嚟食宵夜啊！山螃蟹，當地人稱為蝦辣，雖然體型較小，但有着豐富的蛋白質、脂肪和多種維生素，有清熱散血功效。一天的忙碌下來，總想有一些地道的美味來犒勞疲憊的身軀。即將進入大山的宵夜時段，當地的鄉廚盤青青用自己特有的方法
來烹調這一頓宵夜。今日阿林哥做的蝦辣會啊，好靚㗎，俾林哥食先啦。油炸蝦辣、蝦辣雞蛋湯、藍角炒米粉，雖然都是新興宵夜的特色，但是在吳新林和盤青青的心中，少了山坑螺的味道和吸螺肉的過程，總感覺不夠完美。本來成日做喺山坑螺㗎，佢入邊啲水多，啲多睇唔到。我睇可能今年颱風比較多，魚市比較多，山坑螺比較難捉啲。大家聽日去繼續，後日中秋節啦，大家揾坑螺，大家飲杯追住哦。明天就是中秋節了，除了必備的月餅外，新興人的賞月餐桌上更是少不了鮮味的紫蘇炒螺。山坑螺係棲息於底泥富含腐殖質的乾淨水域環境，常以泥土中的微生物和水中浮游植物、幼嫩水生植物、青苔等為食。山坑螺晝伏夜出，體型小巧尖長，顏色與溪流裡的石頭相近。想要在白天摸到它們，豐富的經驗才是關鍵所在。靠自己的眼力睇啦，都係日頭全部要靠飯食頭搬樹葉搬出去㗎。陽光明媚的正午，山坑螺偶爾會冒出來享受日光浴。對於吳新林來說，4個小時反覆的低頭彎腰，總算有了點收穫。用清水隔天靜養，令其吐清雜質，去除泥味兒，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過程。1年1度的中秋佳節，紫蘇炒山坑螺是新興人最佳的賞月美食。山坑螺屬風寒食材，而紫蘇葉能散表寒，兩者的組合屬於食療裡的黃金搭配。辣椒、料蓉、薑絲同埋紫蘇。過去，山坑螺是給人們填肚子的湊合之物，時至今日，它已演變成新興人的心頭好。而在烹調上，除了有傳統的紫蘇爆炒外，還創新了不少搭配，如山坑螺燜雞、山坑螺豬骨湯，從螺口處輕輕一吸，順勢滑入口中的螺肉細嫩異常。山坑螺不屬於名貴食材，最多只能算是家鄉美味，但每一個新興人都愛它的鮮、爽、香，這也是吳新林嚮往大山的原因之一。